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Hello， 想我们吗？也很想你们。这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，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。不错，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，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？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？啊？我说首先这不好笑，其次我跟你熟吗？如果熟的话，能不能借我200？能借我？也不是，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，有点赤字啊。首先就是我妈啊，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，但是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，就是消费者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？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。然后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妈说这个儿子，这些东西都不要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。我说妈，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为什么换这个枕头？我妈说儿子你不懂，这个新枕头能治病。我说妈我没病。我妈说你别废话，躺下试试舒不舒服？我躺下试了一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，很硌得慌。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，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。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。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。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。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，我回河北老家，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，回去路上我爸一言不发，脸色特别凝重，嘴上起了个大泡。我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，都宿舍坐着。然后我爸开着车突然来一句，他说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，你也得有。当时他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。我说我爸给我买房子了啊！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我交首付你还房贷。当时有点懵，我说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儿子有房贷吗？我爸说那没有。说实话当时有点无语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爸还劝我，他儿子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他未必有啊。我说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？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。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，儿子，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出手以后就很难出手了。怎么说呢，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，一半。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，我爸还接着劝我，他说儿子实在不行当投资了呗啊，这房子每年都涨，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得给卖了，赚点钱什么的。我家在河北秦皇岛，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。我跟我爸说，爸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，我听说那儿不错。我爸说儿子，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啊？儿子敢不敢打个赌，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？还阿那亚呢？阿那亚再好能有恒某靠谱？有，朋友们有。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，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。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，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。直到21年直接出手。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，一出手就有。当时我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我说我爸真是高手，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。我爸特别像盖里一句歌词，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。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！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。我跟我爸说，爸实在不行再把房子卖了吧。我说亏点我能接受。我爸跟我说，他说儿子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爸爸早就挂上去了。我都懵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，确实不能怪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，但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。我在21年开始理财。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了一句话，感觉很有道理，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谁能想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！鸡蛋不能放哪儿？不能放篮子里啊，放地上啊！不要了，死了得了，你知道？但是就这么投资，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，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。
21年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，手里有点积蓄了啊。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，他说小扁要不要投资什么的啊？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，涨了200%。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，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？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。聪明人竟爱用钱生钱，买啊！当时特别果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。我说这不就有了吗，朋友们啊？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，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，以上全错。我最近看了一下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。说实话，挺浪漫的。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。21年。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。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，成宿的睡不着觉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。”我说睡不着。我妈安慰我：“她儿子没事儿。”爸爸妈妈也睡不着。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，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，治好了无忧无虑，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！朋友们，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准备去买黄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伟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很高兴回来了，很高兴回来了。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，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，赚到钱了。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，他说门枪你回不回职场？回职场，我连他消息都不回。最近在看房，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。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，因为录节目，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。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，很密集的看，在小红书上看。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？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，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。视频开头他会讲：“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？”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，毛坯房。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，他说：“总裁欢迎回家，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，26年底开通，总价60万。”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？他钱呐，都充交通卡里啦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标价60万，我还是很心动，正好符合我的预算。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，收藏完了之后，小红书疯了，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，在网上啊，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，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。刚需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。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，都刚需。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，都儿子。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，都是导演。3000万到1亿叫豪宅。1亿以上是顶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，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男人嘛，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，并发表辣评。我身边朋友都这样，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。张伟丽打不过我，王嘉尔
没有上海户口。手机刷太多房子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。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，游艇豪宅王嘉尔。啊，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，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。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，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？真的号养起来了，真的肆无忌惮。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？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，黑底白字，旁白是这样说的：他说，如果和珅还活着，在上海住什么房子？我心想，和珅这么贪，难道住贪城一品？我太好奇了，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，我说你给我看看和珅住啥。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、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。他给我介绍呢，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一面墙要60万。我心想，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？柏林墙吗？这个，而且60万，朋友们，一面墙，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。60万，小陈说：“哎呦，门枪，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，这个房子买完之后，我们家徒一臂。”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，走了半分钟，还是快进。小陈说：“门枪，你想清楚，你以后住在这里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，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，只能吃西牛排，因为冷掉了。”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，3梯1户。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。我当时看完之后，3梯1户什么？3梯1户啊？为什么要3梯？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？啊，为什么？这谁住？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，要么给余祥宇住。啊，每次出门，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，1亿8，我吓死了，我想要退出，手都在抖，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。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，他说首付6千万，还可以啊，就2个刚需而已，分期30年，每个月还60万，60万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我一开始只想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刷了几个礼拜手机，我现在每个月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，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！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防？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防，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。严格来讲，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，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。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次打开手机，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1户和珅门枪，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。听一段脱口秀，附赠一个信息茧房，主打一个防不胜防。谢谢大家，我叫门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教主。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？看出来就有鬼了哈，看出来。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，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，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，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，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，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。一搜，我天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真的各位，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，聚焦都聚不上了，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，重启第2人生了，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，一点开后悔没早做。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。说实话，各位，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，
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，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有一个最有名的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，各位听过吗？你们来着了，今天你出去之后，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。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？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，说修的有多好，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。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，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，那零件见都没见过。当时实在没办法了，也不会修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。说来也怪，不会修下水道，会德语。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：“哎，那边那下水道坏了个屁的！”当。德国人说不要慌，下水道固有一坏。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。你打开那个坑，里面会有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，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。我天，各位，这个故事非常的扯，各位哈，千万不要信。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！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，千万不要信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扯的故事，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。因为一旦是真的，各位，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。10几年后，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，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。没办法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，还不会德语，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。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，哎，那边下水道好了，眼睛完蛋了。当，德国人说不要慌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，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，你们中文叫酒窝。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。换上之后，眼睛完好如初。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。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，这个根本不用担心，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。我天，我们俩那个交流，用德语我不会德语，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。我们俩交流，我中间实在没办法，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。啊，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，德国口音的英语，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。各位，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，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。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，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，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，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？我在那聊着聊着，他跟我说 SMILE， 我就。他说奶 you smile， 我说 I smile 着呢，哎，这都快 laugh 了，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，这就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，我说您好，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？那个护士说可以，2个字刺痛了我。我30多岁了，教了10几年英语，英语没法跟人沟通。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，能翻译德语。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，我跟人护士说：“我说那个，能麻烦您问一下，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”那护士问医生：“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”我说：“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？”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，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。各位你应该能理解，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，不仅盲了，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，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。我要是出了风险，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。
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，我说那个您能再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？有没有风险？护士说刘先生，您真的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风险，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。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，我一拿这护理包，我说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油脂包来了啊。我拆开那个护理包，各位，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。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。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，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，这墨镜它用不着了。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，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。我说那我问你，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？我一眨眼，眼皮给我切了，我以后跟个鱼似的，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。他说刘先生，他原话，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，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。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。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。我说嚯，快给刘先生切眼睛，切好了。后来发现多虑了，各位多虑了，手术非常的成功。我做完手术那1秒，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。那个翻译跑过来，手术很成功。我最后一次复查，我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，恭喜你，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。但是，我说有但是，咱不第一开始说吗？我说但是什么？他说但是，您年底就要38岁了，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。我说那严重吗？他说没事儿。戴眼镜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朋友们见面了，真的。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，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，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这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。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。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。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
这个月经不调，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，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，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，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剩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纯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。说白了，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，你慢慢的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，还挺有责任心的啊。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。
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他说，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十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，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为。谢谢。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，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。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，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好吧？我爷爷他离婚以后，带着他的小孩，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，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。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。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，后来是我爸妈。别担心，合法的，领了证。对，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，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，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，非常现实主义题材，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。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。我是直到上初中，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。那我同学告诉我说，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，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，不是同一个人。我说啊，你们家好乱啊！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、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。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、grandpa、uncle、cousin 的时候，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，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？只有我，既亲切又有点忐忑。我心想，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？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。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，因为是这样。首先，你想，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，直接就没了。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，他俩才是一伙的，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。猫给耗子戳上澡了，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，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，很和谐。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，确实很方便。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。工作人员就问了，女方户口本呢？我妈说往后翻。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回娘家，没听说过。也幸亏他们感情好，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，那也太尴尬了吧。我妈真的管我爸叫前夫哥。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，会很蠢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没有你这个爸爸，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。正月就去剪头，确实好处非常多。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，根本说不完。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，他说：“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，真的。”好省事，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。
这家庭关系太好，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加入微信群的名字，我都有点想笑。我说就凭你们，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？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。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，在我家都不存在。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。正所谓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亲妈最好是婆婆。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，对吧？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，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戴伟。那直接投吧。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，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。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，脸长得有点臭嘛，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。我甚至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哇，你长成这样，不抽烟很浪费哦。”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？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，当时是在溜冰场，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，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游客，直到他帮我穿完之后，他抬起头跟我说：“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？”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敢说什么。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。”哎，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，我可能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，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。你过来，手干不干净啊？你过来帮我挠一下背吧。哦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。脸臭是天生的，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，但说实话，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。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，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。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，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打闹，他们都会喂，你老婆有病吧？你老婆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，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，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。喂，你老公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他人很好的。但是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，没有人说我丑了吧？有时候也会被夸了，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，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。哎，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，因为正义总在迟到。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，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：“姐姐杀我。”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不是丑啊，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。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，肯定还是丑的。在大城市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酷。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，大受追捧。我没有去过米兰，但我去过农村，很准。”但有什么用，对吧？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，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，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，他们就，哇，喂，你老婆吧？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，他说：“啊，不是吧？没有人买吗？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。”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，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，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。有唇钉之后，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，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。
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，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，对吧？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。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，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，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，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，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。哎，万一皇上又换口味，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，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。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，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，哇，来了，我的世界。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，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，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，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。她可能有一天在想，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眼色，烦死。那我穿龙袍算了。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卓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晓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很明显，节目组对黑灯啊，有点审美疲劳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需要一个全新的并行在这儿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腿脚不太方便，啊，就是走起来歪歪扭扭。这个是小时候一次脊柱上手术后遗症导致的。哎，当时手术前，大夫跟我们家的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就有2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小腿发育不良，影响行动不便；第二种就是大脑发育不良，智力缺陷。很害怕，朋友们。哎，你想，前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磕磕绊绊，而后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什么是磕磕绊绊。哦，天哪！哎，从你们反应当中，朋友们，哪个结果更好，显而易见。所以当时全家做完手术之后，赶紧给我检查了一下，万幸啊，是瘸了。在学校的老师也经常教育我说：“东晓，你看你腿脚不方便，你没办法玩，你就应该想办法好好学习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要没办法玩，我不应该想办法玩吗？对吧？哎，人不就应该去想办法得到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吗？对吧？老师，那你评不上优秀教师，你快想办法玩吧，好不好？”在学校里，老师什么活动都不会让我参加，啊，什么都不让参加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啊，怕我受到伤害。也很感激老师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。比如说6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我参加了一次运动会，啊，运动会扔垒球，朋友们很感动。6年了，老师你终于想起来我胳膊是能用的。哎，每天都去操场上练习扔垒球，然后隔壁班都问我说：“东晓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代表我们班参加运动会。”传出去说我们班太狂了，运动会让别的班2条腿。啊，真到扔垒球那一天，朋友们，我站在那条线前面啊，我扔出那一颗垒球，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我燃了。哎，我当时觉得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依然可以为班级赢得荣誉。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但我确实腿脚不太好，我没站稳踩线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取消成绩那一刻，我特别想问裁判，我说腿脚不好，没有人同情一下吗？啊？自从那次之后，老师还在教育我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学习，还拿我们班长给我举例，说东晓，你看咱班班长，啊，每天从早做到晚，从早到晚就在这学习，每次都考第1名，你羡慕不羡慕？我说老师，我不光羡慕，我还恨啊！他有好腿，他不用啊，他从早做到晚。谢谢大家，我东晓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尚小菊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九龙，我们是叔叔和我。谢谢。说实话啊，第一次站到这个舞台，心里多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天塌下来我帮你顶着。谁在说话？哎呦，不低头都看不见你。你不要拿我的身高开玩笑啊！我的身高在德云社还是很神圣的，我是为数不多可以跟郭德纲老师平等对话的人。好，身高咱们就不提了。好啊，这一次我们的表演跟相声有所不同，会有一点。因为今天呀，我们不要桌子，不要大褂，不要包袱，不要排名，我们脸都可以不要。这得要。你要他干嘛？你要他干嘛呀？毕竟我最近在准备一件人生大事。哦，你要风光大葬？
没那么大呀。那就随便买。就不是这个事儿啊。是什么事儿？我要求婚。我不同意。谁跟你求婚了？谁跟你求婚了？你要结婚了，那以后谁跟我玩啊？再说你结婚有什么好的呀？我现在已经遇到合适的了。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求婚你不让我参与。所以说呀，让你帮我出个主意。求婚的日子定了吗？现在还没有定好。定8月29，吉利。哦，敢问那天是？我生日。你生日？你生日？这聊正事儿呢。我想跟您说的是，求婚就要出其不意，日子定好了就没有惊喜感了。人定好了还没惊喜感呢。渣男。哎，我这不顺着你那话说呢吗？哎，你知道你哪天跟他求婚，他肯定猜不到吗？哪天呀？昨天。昨天。柯南也猜不到啊。是哦，你女朋友叫柯南。你岳父叫毛利小五郎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帮我找求婚的地点。你有没有想过在哪里合适？我是想在比较热闹的地方。热闹？对。山东大集。热闹，每天人山人海。不，我带他喝早酒去啊。热闹啊！不，找个女生爱去的地儿。女生爱去，快递站。还有没有快递站？去那里翻一翻，感觉跟要有似的。不，这也不行啊！有没有那种空间私密、闲人勿扰，哪怕我多花点钱也行？那就 ICU。空间绝对私密。谁会在医院求婚呀？空间私密啊！不是，你最起码得找个高档的餐厅吧？那还不好找。哪儿啊？沙县。那儿高档吗？你就说惊不惊喜吧。不是，你在沙县求婚太奇怪了吧？确实很奇怪啊，在沙县求婚怎么能不点盖饭呢？这是重点吗？是口味要重一点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在沙县求婚太随便了。不会，我可是把你们的求婚戒指放到了很特别的地方。你放到了沙县老板娘的手上。你让我去偷老板娘的戒指啊？什么叫偷啊？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叫抢。行了，你呀得放在一个好拿的地方。那就盖饭里。盖饭里啊？太恶心了吧！白金上边像个宫保鸡丁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放在盖饭里的戒指，它就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而是一枚钙指。钙指是个什么鬼呀？钙指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在这里搞喜剧？是钙指。哎呀，S 也不发音呐。哎呦，他会不会因为这个谐音梗提前猜到盖饭里有钙质啊？他甚至猜不到这是个谐音梗。戒指。当你把这个戒指给他戴上以后，你将不是凡人，人世间的情分不能再沾半分。不能沾半分，我结婚图啥呀？这戒指能套头上吗？当你把这个戒指，安假肢来了，你上这儿。你相信我，现在你就把他约出来。不是，现在约他2个人是不是太尴尬了？会有一点，你叫上你所有的朋友。好，我也叫上我所有的朋友。你干嘛叫你朋友啊？我不瞒你说啊，我的朋友特别爱吃沙县。你拿我请客来了？那好了，只叫上我所有的朋友。我朋友呢？你背着我还有别的朋友，你个丧良心的！你不也有别的朋友吗？那扯平。总之你相信我啊，这样，你稍微晚一点给他打电话。为什么要晚点打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打？他说现在就打。跟谁说话呢？你别管，你别管，我俩都建议你现在打。好，那我问问啊，你说那到了沙县晚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是不是得放点音乐呀？我给你们准备浪漫的音乐，不够惊喜呀。放铁窗泪。那是求婚吗？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。那我问，还得提前准备鲜花吧？鲜花你都没准备啊？沙县里也没有鲜花啊。老板，炒份腰花。谁求婚会吃腰花啊？你求婚不吃腰花，什么时候吃腰花啊？不是你求婚腰花，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？我还给你放了 VCR 呢。那不够惊喜。播放今日说法。那能行吗？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。那窗户外边还得放烟花，不够惊喜啊。放原子弹，这不行，就放一颗。行，半个都不行。你要记住，没有惊喜感的求婚毫无意义。
那我最后总得说点什么吧？你单膝跪地，我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，我拿出戒指，说求婚词，不够惊喜。你唱擦皮鞋，双臂摆动，哎，他们2块5一双啊，黑鞋有，白鞋有，棕色鞋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就算成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按你刚才说的，我给你来一遍啊！来，是不是到了晚上，我女朋友往沙县一坐，开始吃盖饭，这时候我说，老板娘，你过来。从他手里抢下戒指，顺手我就藏到了盖饭里，趁他不注意，点燃窗外的原子弹。哎，屋里的大屏幕也放起了今日说法，那个铁窗泪也响起来了。我一个朋友都没来，你30-50个朋友在这闷头吃着盖饭，我大声唱着擦皮鞋，手捧腰花，单膝跪地，手拿戒指。哎，这戒指一拿出来就没有惊喜感了，这个必须得换掉。你让我想想换什么？快想，换什么？我要惊喜，手铐。神经病吧你！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黄妍锦，我今年26了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我之前跟朋友说的时候，他说快拉倒吧，我看你长得像离过婚的。也有一些人追我，但是追我的人岁数都比我大，30多岁，比我大30多岁，是不是挺荒谬的？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，黄妍锦，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。现在好了，富不富我不知道，老翁是全送我这儿来了。现在追我的恨不得没有50以下的。算命的说我今年犯桃花，我都纳闷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。最近有一个男生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啊，比较年轻，52。我都觉得他有点幼稚。他是我的一个领导，他会半夜3点翻到我2年之前的一条朋友圈，给我点了个赞。我说老年人是较少哈。我是个很爱发朋友圈的人，我算了一下，2年来我发了2000来条朋友圈。半夜翻我2000条朋友圈，拿我朋友圈当读者看了。而且我是不知道你们朋友圈平时都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。我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很简单，全是我对一些事儿的想法，我对一些事儿的观点。我发现这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，翻了我2000多条观点，就赞同我1条。我都觉得他那条不是赞同，他在那儿留了个书签儿，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吧。你没有办法，你那会儿刚认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他总给我点，我也不好意思完全不理他，所以说刷到他的我也会给他点一点。问题是，他给我点的全是我2年之前的朋友圈，没人发现，我给他点的都是他最近的朋友圈。现在所有同事都在传我要追他，在他朋友圈里面只有一种赞我是不怎么敢点的，他会分享他自己的健身视频，还会喊我一起健身。他喊我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说和你健身，哪个公园哪棵树啊？我有时候看他发那个视频，我也觉得挺搞笑的。我还想去跟同事聊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他朋友圈发那个健身视频了吗？”我同事翻了一下，说：“没看见呀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没看见。”他会对我的穿着打扮提出他自己的建议。有一天跟我说：“小黄，你平时这个妆化得太重了，男生不喜欢你这种类型，没有安全感，看不住，看不住。什么人的择偶标准是能看住啊？啊，别人想找个好看的，他想找个好看的。而且我说心里话，也没有必要看着我。按照岁数来说，我感觉他更容易走丢。”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在跟我搞暧昧，他有点太笃定了，他笃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我说会不会其实我喜欢他，就是我没发现，他发现了。过了几天给我发来这么一条消息，他说：“黄妍锦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”我当时看完脑海内警铃大作，我说坏了，这老头要跟我表白。你怎么回他？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说我喜欢年轻的。有点过于针对他了。
我说我喜欢长得帅的，他这种人又很难认为自己不帅。你很难找一个切入点。我真的绞尽脑汁，另辟蹊径，回了他一句，我说：“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？”哈哈哈！不要小看这个哈哈哈，很有巧思。多一个哈，4个哈呢，显得有点热情了；少一个哈，哈哈，又过于嘲讽。哈哈哈！就可以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？哈哈哈！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智慧的、最委婉的拒绝了。大爷回我说：“我想把自己介绍给你。”我回他176个哈，176个哈就能把这句话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就是我发现他这种人不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叫做面斥不雅。就是你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，很多话其实不需要我当面骂你就应该明白，对吧？你就感觉他在装糊涂，因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跟他的领导一点就通，怎么到我这一点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，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。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？他只能听到你我对象。我后来真的是累了，我都开始希望他能正儿八经跟我表白，真的，我特别希望他能好好的跟我说我喜欢你。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滚。我需要一个这样直接拒绝他的机会。终于有一天他半夜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喂，小黄，我喝多了。”我喝多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，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呢都很恶心。他说喝多了，我就喝多了跟你说啊，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，以后我老婆要是能长成你这样，我说你看不住。讲到这儿吧，现在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甜。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，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，别说月经了，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，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。对，2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：“哎，你有那个吗？”哇，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，跟我们说：“我有那个，要一起吗？”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，对吧？有什么好羞耻的？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，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，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？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，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，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，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，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，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？没有人告诉我。哇，直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张家界，我去买水果的时候，店员也会用黑色塑料袋装水果。他说因为害怕猴子看到。会抢，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，因为现金、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，对吧？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，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，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？啊，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，因为即使他气到吐血，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。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，就是在爬山游泳。老实说，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。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，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。所以你要拍，你可以拍写实一点，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，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50精彩会停。
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，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。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，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。而且我真的不明白，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？老实说，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。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，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？它该不会不是内服，而是外敷吧？啊，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？后来知道了，加了荧光剂。老实说，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，没想到它发起光来，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甜甜。哎呀，寿桃非要来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岩。啊，有朋友已经认识了是吧？去年就来了啊，走得太快了。啊，其实我觉得淘汰的早呢也正常啊，确实还是年纪大走人家前面了。节目第一期一播，我朋友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是不是马上就走起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说马上就走了。”大家知道吗？去年年底还有一个活动叫爱奇艺尖叫之夜。啊，你看有的朋友知道，你别说我去啊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朋友也问说：“哎，我看那尖叫之夜那谁谁去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”啊，我说我自己叫了。我也叫了一夜啊，跟哪儿叫不是叫。去年上节目，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啊，跟头部演员的差距。你看他们就会有单人的广告在地铁里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都是真人在地铁里。对吧？你看这些头部演员，他们的自媒体都是商务，我那儿都是业务。我现在很多评论都是说，梁岩老师非常喜欢你窗口工作的段子，请问现在失业保险1个月多少钱？我医疗保险这个月断交了，下个月还能报销吗？哎呦，我说这是不是就叫事业粉儿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好多我也不会，我还得给他问。我现在新段子没写多少，业务突飞猛进。说实话，去年你看节目播呀，我自己我都没敢看，我自己看自己，我还是觉得会有点尴尬。但是呢，看了看大家的评论，我发现你看这么多年脱口秀综艺演下来，确实还是培养了一批非常专业的观众。大家去看我们去年的节目啊，说小罗文本很好，新仔呈现很好，梁岩普通话标准。哎呦，我都夸到原材料上了都。夸你实在没得夸了，就好像我们出去吃饭啊，说这厨子炒这菜卫生，你都不如说这厨子普通话标准。当然我也想了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评价，对吧？因为你想，就是他们的文本和呈现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场演出中表现不好，但是我的普通话始终标准。但是确实啊，这个也不值得高兴。你看大家也了解，现在啊网上就是这样，任何一个评价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，哪怕你评价的就是声音也不行。你看有的人说北京话好听亲和啊，他这个普通话标准不用看字幕。有的人啊就说傲慢，哎，瞧不起人，就他这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有点歧视外地人。哎呦，我说还听出来了。没法解释啊，他没有逻辑，他不说内容，他就说口音，这玩意儿怎么改啊？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北京话被歧视是因为疑似歧视外地人。他那个评价啊，他那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歧视外地人。其实大家听我这个音儿就挺高的，是不是？再高。我试了，再高一点儿，我除了皇上谁我都瞧不起。
你们看，就这一个口音吧，就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有的说好听，有亲和；有的说歧视、瞧不起人，还有一些啊，说北京话自带阴阳怪气儿。笑什么？这是铺垫啊，这是铺垫。我自己不觉得啊，我看好多朋友写 report 说，哎，说听梁岩讲脱口秀就跟那个单位同事啊、大哥聊天似的，挺好的。我自己判断不准，我回家问我妈，我说您觉得北京话阴阳怪气儿吗？我妈说哟，这你还要问我啊？有一点。节目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也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，就是还是没有人认识。我现在在北京呢，大概2周被认出来1次，2次被认错1次。节目播出，夏天我逛潘家园，逛完了呢，我出来打车去演出，我打那车还没到啊，另外1辆车停我前面了，摁下窗户来看我。颜良，哎呦，我都喊激动了。我说我现在都有外国粉丝了啊！嘿，真是你啊！喜欢你啊！走了，我去，大哥很自信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我。大哥认错了就走了，一会儿我打那车来了，我打那车，网约车挺逗的，前面摆俩手机。一个导航，一个炒股，哎呦，他就给我一种啊一边挣一边扔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挣的吧，就远远赶不上扔的。我甚至觉得他如果不炒股，他可能都不用开车，因为你想他一边开车一边炒股啊，你不难判断他大概率炒的不怎么样，是吧？这师傅明显也不太会，握着方向盘啊，一直盯着这个股市看啊，也不看路。我坐在后边我就害怕。我说师傅，我不懂啊。我说这个得一直盯着看啊。师傅说啊，你不懂。我跟你说，这股市我跟你讲，瞬息万变，你一眼看不见，很危险啊。我说路上也是啊。哎呦，我说这是不是就巴菲特说的，别人贪婪我恐惧啊？我也太恐惧了。这师傅啊，就只看大盘，完全不管方向盘。你就感觉也看淡生死了，也不看导航。我说对，导航也别看了，是吧？人生方向都错了。一边看啊，一边抱怨。他说：“你说我们这股市啊，怎么搞的啊？越来越差。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就有人干事不专心啊？”师傅也没听懂，继续抱怨：“我们的股市1瓶酒卖那么贵，你说正常不正常？我跟你说，这不完蛋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”他说完啊，那车马上就安静了，唯一还有一点动静，就是我前面的那块屏幕还放着那些头部演员的广告，气得我就把头扭过去了。当时我们那车上啊，就是他不看导航，我不看副航。确实我不炒股，我很难跟他共情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马上又要红了的演员。司机看我不理他呢，就继续看手机，看看股市，看看导航，看看导航，看看股市。哎，该红的不红。我跟你说，人有时候共情就是一瞬间。我说没错，这世界完蛋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岩。哎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家好，我叫郝方舟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小凡。我们是古语，我们是厦门来的一个漫才组合。啊，这个确实。哎，我其实想问问你，就是在平时讲漫才之余，你喜欢干什么事儿呢？我其实最近一直在追剧哦，追剧，追那种讲刑侦探案的美剧。哎，我觉得整个办案的过程非常刺激，你能不能陪我体验一下呢？演一下这过程？对，没问题啊。从哪儿开始呢？这种案件一般是以警官接到一个电话开始，接电话，打电话开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赵警官吗？哎，这里是赵警官。外卖给您放门口了。从哪个电话开始？你要发现一起案件，发现一具尸体。喂，你好，赵警官，我发现一具尸体啊，是吗？给您放门口了。尸体也放门口啊？尸体也放门口啊？有点凉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这玩意儿它就没有热的，明白？这样，你也别报案了。嗯，咱们现在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，你来扮演一下我的搭档，赵警官。哎，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。哦，
这个就是被害人的尸体。翻翻他身上有什么东西？赵警官啊，他身上有个钱包。有个钱包？钱包可太拿出来。别急着揣起来，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赵警官，钱包里面有一个生日蛋糕的小票。小票吗？上面日期写的是8月8号。这个小票就是我们了解被害人很重要的线索吗？没错，这个线索就说明被害人虽然外表强大，但内心脆弱。因为8月8号狮子座是吧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狮子座的人一般外表强大，内心脆弱，不会轻易爱上一个人。他现在是轻易爱不上一个人了。我意思是，咱拿小票去蛋糕店调查，就知道他身份了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接下来我们要在现场找一些线索，任何你觉得可疑的东西都可能是线索。可疑的东西。赵警官，赵警官，哎，我觉得那辆车就很可疑。可疑在哪儿？你看他的车牌号。车牌号。如果把他的车牌号乘3加5加5，再把最后2位对调。最后2位对调，正好是今天的日期。正好是。这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哪儿巧了，大哥？你都算3轮了，你再使劲给我身份证号就算出来了。你不要硬把它往可疑上编，好不好？明白。所以这辆车牌号奇怪，并且沾满血迹的车并不可疑。沾满血迹倒是早说呀，咋不等我死了才告诉我？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现在已经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了。咱们现在确认他的身份。咱们现在冲去他们家。现在去他们家。去他们家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赵警官，他已经全都交代了。算他识相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这边是305、306在那边。看清楚再揣呀！看清楚再揣，看清了是305，看清楚还揣305。我自己来，好吧？我自己来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跟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有关，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你抓这谁呀？哦，赵警官，他刚报案说那个有人把他家门踹坏了。那是谁踹的呢？那我也跟你们走一趟。废话。咱们这样，门的事之后再解决，先抓人好吧？你去审，我去审，你去审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个个人情况麻烦交代一下吧，干什么工作的？哦，脱口秀演员，去年上过喜单。脱口秀演员，我看过你，你普通话特别标准。你把梁岩抓过来了是吗？哥没事，你就先走吧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人就给放走了呢？哦，赵警官，我问清楚，他其实是咱们这个案件的目击者。不对，他是目击者的话，那被害人是怎么死的？哦，法医鉴定报告也出来了，说被害人是心脏病突发走的。不对，他心脏病走的话，那辆沾满血迹的车怎么解释？没错，现在唯一的疑点就只剩下那辆沾满血迹的献血车了。献血车，献血车，不是，咱俩在这费半天劲，心脏病没的。我早就跟你分析出来了，跟你说了，你没信啊？你哪儿分析出来了你？我说这个人虽然外表强大，但内心脆弱。在这儿分析出来的，够了吧你？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哎，收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安宁，谢谢大家。给各位讲讲呀，主要给严哥讲讲，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。听兄弟，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，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，也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，就是谩骂，你知道吧？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真的。你看去年给我骂的可离谱了，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，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。
骂的特别离谱，说你看你那个德行没，就会在台上散德行。听听自己那口音，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。瞅你那努力的样子，像个绝望的文盲啊！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，赶紧滚下去吧，曲佳宁啊！朋友们，他骂我是文盲，我好叫曲佳宁啊！你说他是文盲，他还认识曲，你看看。不聊那不开心的，不聊那不开心的。哎，今天说来也巧，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。谢谢。31周岁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。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，学会了很多。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，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。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：本人男，48周岁。括号保养的好，看起来像35。我这么会玩，我也会。说我东北人，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。相比之下，哎，朋友们，有些女生就不会太会写简历，真的，太真诚了。说本人女啊，37周岁，有过1次离异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，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。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，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，让我更加成熟。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。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，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。按照这逻辑，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？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到这儿啊，离过1次就到头了。搁这哥们2行写的原话，经历过第2次离异，我痛上加痛。我比谁都成熟，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，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，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，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，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，我更值得被爱。你看人家写的，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。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，文采就越好。看完这么多简历，哎，朋友们，咱们想一个问题啊，在座挺多大学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？你仔细想想，环境是有问题的啊。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？以后你就这么写：本人3本留级（括号眼镜度数高，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）。多次论文查重未过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！我深陷校园贷，仍渴望财富自由啊！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。但我发现啊，你如果真正优秀啊，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。我当时看7、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，我说谁这么优秀，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？我挤进去一看，确实优秀，就2行字儿：拆迁户急，年底分房子，电话要叉。朋友们，你们没仔细听，他连性别都没写啊，就这么优秀。朋友们，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，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， 就红娘大妈。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，就上下就打量你，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：小伙子，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说我脱口秀演员。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，就开始。那没工作就没工作，真是的。人家就不惯你毛病，直接就问你：那你31周岁了，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？我说没有。有车吗？没有。大妈原话：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？我说没有。原话：那你钱都哪去了？确实给我问懵了。我说对呀，我钱哪去了？我300万哪去了？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？就从那天，朋友们，搁相亲角里走来，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，哎，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，讨厌相亲角，对不对？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，社交媒体就不一样，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，给咱也惯坏了。用什么星座呀、塔罗、16人格，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，其实也没那么优秀。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？你仔细想想，他怎么问的你？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？A. 明智的 ，B. 充满魅力的。其实你俩都没有，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！
你想一想，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，恭喜你，你是天生的企业家，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，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，哇，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，对吧？你用40多分钟，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、J 人、P 人、F 人，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，老家哪的？辽宁的，哼，外地人，你看。一下给你干碎了啊！所以朋友们，我感觉如果啊让咱们戒网瘾，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。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？A. 尿酸 B. 贷款。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？A. 朋友 B. 工作。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，NWMY。Nobody will marry you 啊！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樊主任。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，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。这个职位吧，每个村都有。北方叫车老婆蛇，南方叫蛐蛐人。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。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，才出道。王月，哎，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。绝经和出道一块来。之所以来说脱口秀，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，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。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，我就被招安了。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。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，我只会蛐蛐人儿。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，东院2口子分家，都是我给造的谣。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。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。这太能翻了，太狠了。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造谣家。有人说大姐，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？哼，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。教主，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？您看天上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很犹豫，挺怕到大城市来的。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，又受欢迎又被需要。我会上网。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，洗衣机、有线电视，有问题了都来找我。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。那倒是大城市来了，天天逗别人笑，那不成了马保国了？再说了，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？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！就转身啊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不怕难。
公比，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？啊，我这个老公啊，是我妈给我选的，身高1.55米，体重95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。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。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，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。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，说：“哎，这个行啊，这小玩意好啊。”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，他打不动。我俩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，我感觉他都活不长。他跟我说他175，我说学呀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，我心中暗喜，还是我妈说的对呀，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，我肯定吃亏了。没想到啊，我老公是真狗，把他爸叫来了，双拳不敌四手，我就跑回娘家了。我爸一看到我啊，就说什么：“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，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？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！快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我再不来，你就该去吃席了。”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。过不下去了嘛，但想离婚太难了，父母都不支持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他太懒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耍钱败家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耍钱败家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爸更过分，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，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。我说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。哼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。哎，好难受啊！但他们特别信命。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。我说妈，你这也太迷信了。大师说吧，我俩过不好，都怨我老公。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。我说加个钟，你给我展开了说说。啊，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。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。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。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，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。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，就比如啊，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，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
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，拿到了离婚证书。2025年的4月8号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。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。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。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哇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。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把我粉丝，别把我粉丝，别把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，哎呀。付航好霸气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护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2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我计划的特别好，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，他拦了2下空气，他这样拦2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他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知道了，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
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，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，那小孩这样。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，我得算2-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啊，对，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，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就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。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，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一直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，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。啊，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欢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3145，好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到。3355661加775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了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，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啊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，
他们有演算纸嘛，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，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就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”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啊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们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，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，拿抽根烟就指我，就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。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，我怎么了哥哥？怎么了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跟我幽默。每天给我5块钱，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啊，稍微有点缺氧了。太刺激了！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。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。没事啊，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，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。哈哈，确实啊，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，你们的反应特别好。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，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。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？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，我爸说这是荣誉，必须去。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啊，不许说山东不好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，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。我爸说哦，那行，他还是不放心啊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。一到后台，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，到处社交，给人家发烟。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，为了给我面子。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“唐湘玉，唐湘玉，唐湘玉”，啊，不用，啊，就这么尴尬。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，说：“谁是唐湘玉？咋还不来呢？”我说：“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？”他说：“啊，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。”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，我更紧张了。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，平均3句打1个。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，节奏是真好啊。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。村长听说我回来了，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。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？我。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，年底照相馆也不开，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，跟寻人启事一样。
我何止走起来了，我都走丢了。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还记得吧？啊，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。今年讲不了了，没有人催了。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，尊重的像家人一样，尊重到毫无素材，我都得引导。我大娘问我20几了，我说31了。她说31了，我心想快说我，快说我。她说31，好。我说好在哪儿？他说好像要吃饭了，就死活不往下说了，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，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。我三姨疯狂使眼色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他嫌你。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，是生死簿。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。可怜我三姨，一个开朗的媒婆，变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一上午一无所获，这可咋整？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，家庭平静了，事业瓶颈了。我悄悄问我爸，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？我爸说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。很多亲戚他是说短视频看的我，短视频剪得稀碎，有些连梗都剪掉了，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，单纯以为我疯了。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，大家都正常了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，亲自过来问我：“你上哪一桌？”当天有2桌嘛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小孩一桌啊。说你随便挑，菜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我咋这么不相信呢？我去看了一下，哎，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，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，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。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，唯一的野生动物。凭什么我们没有？哦，说是怕我们不敢吃。是哦，你说蚂蚱多吓人呀！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。翅膀我大娘剪的，最后我妈亲手炸的，好可怕呀！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！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他好像是真疯了啊！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，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，你抢啥呀？别耽误人家喝酒，喝酒着什么急的？耽误啥呀？耽误我们洗碗吗？最后说不行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。我说也可以，但你们不要抽烟，不要提想当年，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。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。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，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吃上了蚂蚱。但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蚂蚱再小也是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康。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好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
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看过，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，我忍了一下。他要给我开脾气，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？我说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我刚刚一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哎，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，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！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，对吧？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啊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他：“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胎记。”面试官说：“哦，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应该会淡掉吧？胎记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，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踏的时候，一个箭步上前。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他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。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”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哦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。太优秀了！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”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当时冷笑，我说：“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”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哦，
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说老师，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，哦，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啊，极个别，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对吧？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我开心极了，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。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后脊梁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，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，还要穿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，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，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。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会不会觉得不舒适？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就看不见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吊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过去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！撞线那一刻，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，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。真的。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时候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希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我有点上当了。
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，付航的稿子一般，残疾人都骗哈。最近啊也在巡演，全国各地到处走，一个人就可以，带个箱子，装衣服是其次，主要是探路，能理解吗？就把它推在前面，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心有东西啊！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，你先去死吧。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，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，只能侧着推。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？对不对？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，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。疼痛让人思考。我从那天开始想，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，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？婴儿车。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，你要推个空车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？对吧？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，不行，更变态。还是买了一个刚需是吧？你得用啊，对吧？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，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，觉得有病啊什么的，不会的，人家觉得很正常，这有啥的？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。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。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，当时还接了个活儿，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，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。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。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？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。我说愿意 ，OK，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。这个活儿太好了，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。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动了邪念了。我说黑灯大胆一点，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？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？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。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边界在哪里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，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，不对。捯饬啥呀？没人看你呀！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，不穿都合适。那个老师约好了，说到校门口来接我，华东师范大学。一到校门口，是吧？没人。我们残疾人也骗，是吧？打电话，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？我说我在左边。他说那你到右边来，我在右边等你。我就有点生气了，你知道我是盲人，你不来找我，你让我去。我没有发作，强忍着怒火，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。到右边发现要死了，他也是个盲人。是我想当然了，他比我还严重一些，我还能看到一点，他一点都看不见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个盲杖，就自己这么敲，一边敲，哒哒哒哒哒，走得飞快。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？你就那么忙啊你？他真的，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。盲人博尔特，还没穿丝袜那种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华师大上课嘛，老师怕他出事什么的，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。画蛇添足，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，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如果没有他，就我俩一碰面，他说：“哎，黑灯老师，我也不装了，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。其实老子会飞。”江南七怪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，是吧？
到了教室之后有20多个学生，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，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，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，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，就贴得很近，写得很慢，啊，也很厉害。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，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，是吧？600多分，200分是闻出来的。啊，学数学、学法学，什么专业都有。另外一种呢，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，没什么视力了。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。就2种，第一种是按摩推拿，没想到吧？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过去一摸，椎间盘突出。你说你要按摩推拿，你上大学干啥？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，你推7年了，推成大拿了都已经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，学校很好，中央音乐学院，啊，音乐表演专业啊 ，Excel 表格很窄，音乐表都没写完整。我好奇是什么表，一拉开二胡。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，我都扇自己。我说你刚才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，他就大概想一想，一个人瞎了能干啥，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：推拿、算命、拉二胡。啊，不是没有思考，对吧？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，你来学，对不对？推拿、二胡，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，大哥？他们完全不了解，是吧？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，啊，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有一次讲到这儿，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学的专业，我们也不喜欢。”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，我太狭隘了。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，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。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？人家只会告诉你，你该咋，对不对？你好好学习，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，是吧？从小就要学，是吧？什么算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，你想不想？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走错了。那真是个噩耗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。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。我说分享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。我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很开心啊，确实新的一期节目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，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，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，对吧？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。开玩笑，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，提前大家准备练台词、练普通话什么的，说一定要演好。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。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，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，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，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。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。我还问付航呢，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？后来知道了，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，我还挺不服气的，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，不说文质彬彬吧，也算是温文尔雅。
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？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，告诉我3个特点：皮肤黝黑，体型巨大，缺乏语言能力。冲我来的，好，我服了。我不仅服，我还其实说实话，演野人什么都无所谓。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。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。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，在 call back， 因为太荒唐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，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。所有语言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，副行不用吃，凭什么？我觉得我去拍电影之前，我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，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。我有一天拍摄，我吃了30多根香蕉。6斤多的香蕉，什么概念？没吃饱。当然是开玩笑，当时稍微有点难受，所以那天拍摄结束，彭导也很不好意思，就找到我跟我道歉，跟我说：“阿成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，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？”当然说这么多，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，当然不会，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。我喜欢那种喜剧啊，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，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，永远不会有香蕉。哎呀，真的很痛苦。但其实说这么多，大家感觉我是很生气，其实完全没有。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。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。当时我刚比完赛，拿了第4名。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，我自己也很不安。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。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，我知道里面的门道。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。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，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，会网暴我，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。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，发现根本没人理我，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。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《周处除三害》里面陈桂林，就我都认罪了，还是没人理我。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，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。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，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，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。然后我当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，跟我说你没事吧，加油啊，会好的。但没有，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。凌晨1点半，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，要崩溃了，扛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他们回复好看爱看，就是这么残忍。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，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，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。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？刘润成，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。我特别讨厌这句话，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，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，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。遇到困难从来没有。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，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？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。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既要苦其心志，又要劳其筋骨，既要饿其体肤，又要空乏其身，还要行拂乱其所为。我看了就觉得，老天你真敢要啊！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，谁要谁要，我不要。我是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反正我不要。
态度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，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。你这么难，他确实不能，他再也不敢要了。只会说，哎，是谁在唱歌啊？所以真的，所以去年能拍电影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。除了拍电影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杨幂。说实话，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。不要纠结从小。但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，因为我这个人有个问题，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，我怕这样不职业。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。但那天，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她认识我，她看过我们节目，她说很喜欢我的表演。你们也太配合了。他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装门窗了？”一个小玩笑，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刘仁成，我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，并且认识我，并认可我，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。感觉怪怪的，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，我就在想，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？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，又要我的微信。当然是开玩笑，当然开玩笑的。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，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，幂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。他会发现我很痛苦，他人这么善良，看到我这么痛苦，一定会过来安慰我，跟我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大家，拜拜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辛博，从小就在农村生活，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，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，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。乡村 coser， 班主任老师姓张，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。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，张老师也算不清楚，因为他少根手指。算法上有 bug， 9进制。我很笃定，真的，我从小就很笃定，我一定得考上大学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，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，让家里给我买电脑，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。所有的科目里边，数学最差，高考算是超常发挥，考了76分，按照9进制算是84。也没及格，被调剂到了数学系。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。我说妈，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，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，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。没复读啊，没复读，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%可以转专业。也就是说，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。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，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。听得我都茫然了。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？入学摸底儿考，我就是倒数第2，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。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。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？
我说不应该。威哥说我不会。选我当班长，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。我说为什么不选威哥？他说也不能太蠢。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，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。大学也自学，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，学费60。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，如何盗号。我一点号就被盗了。你以为是教程，结果是教案。这算啥？黑吃黑。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，就威哥借了。你说他蠢吧，二话不说他就帮我。你说他不蠢吧，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。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问过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我们学数学能干啥？老师说能当老师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问校长。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发现啊，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，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。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，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。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，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，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，比亚迪卖车。毕业季的时候，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说：“老弟，全班我都看了，就你能干销售，数你的眼神最空洞，你根本就学不进去。”我不想干销售，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，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。学长安慰我说：“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，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，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。”当然，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，有专门的培训机构，3个月包就业，全班都去了，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，机构要给我俩退款。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%的就业率。我说不行，我只要工作。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，教数学。我没留下，在老师的推荐下，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。我说领导，我还懂点黑客。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，下去个矿工，我就在 Excel 上+1，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。同学们好奇说：“你这个样的去矿能干啥？”问得多我就很烦，我说算命。有一次下去7个，上来8个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这是挖到墓了，对不上账，是不是我得下去？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，整整3个月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，井上一郎。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，来自广东珠海，问我先生买房吗？我立马反问他：你们招人吗？我学数学的，他说我学物理的。我说城濮求是，他说博学笃行。我们学校的校训
时代也在发展，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。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，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。很多朋友不了解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帮用户抓黑客。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。在风口上，威哥也飞起来了。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。来杭州开会，我开车接他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把自动驾驶关喽。”他的能力我最了解，不在我之下。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威哥还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，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。”谢谢大家，我叫新包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月明，我叫月明，月亮的月，明天的明，很普通的名字，非常普通，但是咱实话实讲，咱确实长得不是很普通。他们说我有明星脸，说我长得像德云社的烧饼。郭麒麟老师叫师哥。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啊！其实我因为长相这个事情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啊，现在有男朋友了。我男朋友是我合租的室友，我觉得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合租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合租了能有小1年的时间。这1年时间里，我们俩没有任何情愫，甚至互相厌恶。但是为什么突然在一起了？非常狗血，因为我看见了他不穿衣服。我俩不是变态啊！那天确实回去的有点晚，我4、5点钟才到家，他睡得也晚，他以为我夜不归宿了啊，是个野女人，他就没带衣服，放飞自我，去洗了个澡。我家那个室内结构非常奇怪，那个浴室门呢，它正对着大门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出来，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，他躲回浴室。开始尖叫，他在那喊：“我脏了，我脏了！”我哪儿脏了？挺白的呀。我说这不得负责吗？这不得啊！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。然后慢慢有点暧昧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不是因为他白啊，因为他没有头发。不仅没有头发，他还有一脸大胡子，就是上面没有，下面有，毛发守恒定律。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？长成那样，他长得挺吓人的。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是很敏感、很温柔的人，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。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，吓着我邻居。我邻居是一个主播，非常勤奋，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，就那个点儿青蛙都不叫了。男朋友忍不了，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，啪就把窗户打开了，就这么盯着他们。我跟他一起去的，我说你看啥呢？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。连续3天，小青蛙搬走了。但是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。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，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。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，他非常激动，因为要换新手机了。他跟柜员说：“啊，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。”然后柜员说：“啊，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。”我男朋友说：“我用。”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说：“啊。”
我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？我男朋友很生气，他说为什么？为什么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？为什么？然后看着我说：“宝贝儿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我要粉呐！”我说3分钟之内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，最好的。没看我宝贝哭了吗？店员当场拿出了一台 vivo S30。粉色青春洋溢 Live Photo 神器，最适合记录我男朋友的梨花带雨时刻。其实我很羡慕他，我很羡慕他，他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。我是个情绪非常压抑的人，我小时候一哭，我家里人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咱不知道谁是男儿，反正我听进去了。所以我是一个很羡慕他，他说哭就哭，他哭起来像那个鲁智深葬花。有一种残暴的美感，我看着都怪好看的。他们都说眼泪是男人的黑丝，他有一沓黑丝，就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非常的不解风情。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真的。我俩第一次吵架就因为我俩出去玩，他买了一束花，我随口说了一句，我说这个花杆有点长，我家有花剪子，回去剪一下。人家生气了，因为我说的是我家。不是咱家。他说我觉得你把我当外人，然后就像个竞走运动员一样冲出去50米，回头发现我没有追他，然后他像一个狂暴的鲁智深站在马路中间开始骂我：“俞明，你个丧良心的！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咱家。”我说这个男的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啊。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，但是他哭得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一下他。我说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他说那我就不是男儿。我说，我当年怎么没想起这句话来啊？但是我男朋友其实很好，家里头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媳妇做饭照顾我，他做的都很好。又能收拾家里，又能收拾邻居。我觉得这种男朋友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跟我说，他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差呀。我说赚钱能力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就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他负责鲁智深葬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岳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数啊。我这个人在舞台上一般没有什么情绪啊，但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啊。我经常会上一秒很开心，下一秒就会突然很忧伤，啊，一种二进制的情绪。朋友问我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啊？我说不是，我只是2种情绪跨越得很快啊。我是双向情感刘翔。开心很容易啊，但忧伤的情绪这种你就很难表达，因为你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嘲讽啊，说你无病呻吟。那不是废话吗？有病我就去挂号了呀。还有更难听的，会说你是什么矫情狗。哎呦，你怎么能用狗来形容一个忧伤的人？谁会在忧伤的时候伸舌头啊？哎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哦，原来小家只是忧伤是吗？误诊了啊，误诊了，所以现在我有这种情绪，每次想要表达忧伤，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表演啊，因为说实话，哪怕是我自己在看别人的时候，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啊，尤其是有些人他的忧伤，他会在朋友圈和微博发2遍啊。你第1遍我相信你是真的在忧伤，在你发第2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哭泣。所以刚才是倒数第2次喽。刚才我看的是你忧伤的点映场。很奇怪，在忧伤的时候你居然还能记着全平台发送，什么意思？不许动，你已经被我的忧伤矩阵包围了。举起手来，点赞。所以我经常在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
啊，尤其是有些人的朋友圈，你点进去之后发现，哎，仅3天可见，但有一堆置顶。这是让看还是不让看？你感觉他对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态度截然不同啊！我3天前怎么样？你别管。但我2023年的5月24号凌晨2点钟诞生了一些多么痛的领悟，你必须要看一看。我把它排版到了最上面啊，这是我的招牌忧伤。大家都希望别人能够只看到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啊。如果毕业写简历的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。英语4级，计算机2级，精通 Office， 置顶，第一学历，仅自己可见。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想见啊。就这样，每次一想要表达这种情绪，就会想很多事情打断自己的情绪。你在生活中就很难沉浸在这种忧伤里。有一次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，朋友掏心掏肺讲了很多往事，感慨说：“哎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总要妥协，总要低头。”我们都听得很动容，为他难过。然后他突然扭头说了一句：“服务员，开张发票。”我那一下氛围感全无。啊，你能想象吗？刚才还人生低头呢，现在发票抬头了。忧伤就是这么脆弱啊！只要这种现实的东西一出现，就很容易被打破啊！你很难同时是一个诗人，又是一个纳税人啊！因为诗人一般都没到起征点嘛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就是你说李白，他如果在现代，他能这么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忧愁吗？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儿啊，记得开张发票。月儿报销万古愁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群收款 A 一下。完全没有感觉，一点都不浪漫。现在的生活就是太现代了，这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很难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。有天晚上我非常难过，想喝酒，外面还下雨了，我就只能以一种忧伤的状态打开外卖的便利店，选了一瓶酒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满20起送。满39免配送费，神券满49减8，膨胀一下满49减10，那就相当于还是39，白拿10块钱的东西。哎，这收藏关注又减2元，加群还可以领券叠加。那要不再买块巧克力吧？听说这个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。哎，这超值单品里还有一双1块钱的袜子。1块钱的袜子，但我平时在淘宝买是20双18块钱，18除以20，那就是9毛钱一双。哎，我忧伤呢？我忧伤哪儿去了啊？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怎么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呀？哎，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我的忧伤被满减掉了。解忧杂货铺。有人会觉得，哎，忧伤消失了不是挺好吗？但我不是想让它消失，我就是想完整的在里面沉浸一会儿啊，不想要被打破，不想要再被打破，不想要这种碎片化的忧伤。于是我就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忧伤的电影推荐。朋友当时一共说了5句话，最后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他说有一部电影叫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啊，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3个孩子全部去世，妻子也与他离婚，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，沉浸在后悔和悲伤之中。你以为影片结尾他会治愈自己，重新开始生活，结果最后也没有。你可以去某音看5分钟解说。好，金奖励，谢谢大家。我辛苦了，我小大。没想到会在爱奇艺看到我吧？腾讯也没想到，小赵跑得还挺快的。开个玩笑，主要呢是冲着一个男人来的，他叫黑灯。对，去年节目播出啊，很多人拿我的脱口秀跟黑灯的脱口秀做对比，
你夸他就夸他，你干嘛骂我？你骂我只有我看得到。对吧？哎，很多人说黑灯的脱口秀一点都不利用身体优势，而且讲得清楚，他讲话根本就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他一个他一个视障人士，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脱口秀，那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到底谁在利用身体优势？对吧？他有本事用眼睛讲话。其实我们两个关系很好，之前在一起录节目啊，我就拉着黑灯的手，一直走到一个观众的盲区，他把我手放开了，然后说可以了，然后一个箭步从2楼冲下来1楼，我都恍惚了，我以为我是那个瞎子。哦，原来视力没问题，道德有问题。工作人员还跑上来说：“小佳老师要不要扶你？”我气死了，我说我看得到。他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”今年呢，还写了本书，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。我朋友说写这本书是为了骗钱吗？我说我要骗钱，直接募捐不就好了，对吧？以我这种天赋，我甚至可以直接要。这本书写得很辛苦，不是说内容，而是说打字。都是我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敲出来的，知道的在写书，不知道以为在发电报，发的时候还触电了。我朋友说你可以试试语音识别文字啊。又不是没试过，识别不出来。我其实很喜欢写作，我中学时就是我们校报的主力干将。我当时专门负责写诗，而且只有我在写诗。如果那个月写不出来呢，就会找一些著名的诗人代替我。我跟老师说我写不出来，老师说没事，我让泰戈尔替你一下。泰戈尔也是没想到100年之后在中国当了平替。比起写书呢，我现在更害怕后面的签售，因为我写字很慢很难看，有时候演出完之后观众会让我写吐签，我就很有压力，关键要吐一堆。上次有个观众说：“小佳，你能不能写一个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一生平安？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好好努力吧。”我保佑你好不好？我其实是左手写字的，又慢又难看，但已经很好了，因为右手更慢更难看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写字就是左手右手2个慢动作。所以易烊千玺演那个小小的我都是命中注定。哎，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？看过是吧？很多人说我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。所以我中学作文真的写不完，还很难看，就整篇文章整个每个字都超出考卷的那个格子，整篇文章都在努力的擦边。写妈妈的爱，爱得比谁都克制。老师还特别怕伤害我，给我评语都是文章很有特点，运用很多留白的技巧。而且当时写作我觉得是简单很多，因为上学写作的时候会有那种万能公式嘛，就不管写什么话题，第一句话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有个妈妈。哎，别人写可能是在乱编，但我写同学看了都很感动。
说太好了，你妈妈终于回来认你了。而且为了凑字数，800的文章啊，有20句名人名言，感觉那些名人在我文章里做萝卜蹲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孔子说，孔子说完，老子说，老子说，老子说完，老子还没写完。但现在写作就难很多，现在呢要求写书需要真实严谨。我前段时间书在审核的时候，有个句子说要写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场所观察生活，写错了，写成了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厕所观察生活。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，我的编辑说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周奇墨是个偷窥狂？我说不会啊。他一直都是这样啊。这本书啊叫做《浮游直上》，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严肃文学。那为了让它显得更严肃一些呢，希望下次签售的时候别让我吐签了，好不好？实在想要的话，你们写完，我给你们摁手印。一个手指我比较习惯。最后呢，希望这本书和我的手印都可以戳到你们，谢谢各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ra 啊，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。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2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，我创业了啊，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，叫做 Spicy Comedy 啊，感激大家啊。我也第一次创业嘛，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。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，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。没有演出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。我侄子生日，我就说姐姐，人一辈子只过1次生日，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，你把侄子、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啊，场地我打折，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。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，我爸很心疼我，他想表达爱，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。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，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：哎，朋友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在新天地啊，搞了块地方。哎呦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啊？哦，对，跟会所差不多地方。哎，我女儿不容易啊，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。我去看过的，她下面搞了一批人，有男有女。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。她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？她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。我女儿一个小姑娘，什么南非人、阿拉伯人，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。朋友们，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！啊！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，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，母资哦，结果哈。非常开心啊！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，但是呢，我爸有一次来剧场，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，他就很心疼。我们同事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叔，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，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，用英文？”我爸说：“哟，我英文不来塞的呀，我一个老年人，不过没关系的，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，我就跑到马路上，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，我说 You want happy？” 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糟糕啊！但我也知道，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，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。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，但我见过很多老板，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。以前上班的时候呢，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，从此以后，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。项目聊完了，老板就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王总啊，你看过脱口秀吧？”没有对吧？巧了，诺兰站起来。
接下来哦，乐菜上来之前 ，Nola 就会给我们讲讲段子，开胃哦。朋友们，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？哇，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，大家穿的都很商务，只有你一个人站着。服务员推开门，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又出去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，然后我当时很兴奋，提前下班就去剧场准备了。当时100个房间把我给震惊到了，因为坐着70、80个人，就是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。都有个同事还跑过来跟我炫耀，他说 Nola， 这是老板给你的惊喜啊，哈哈，今天你的专场就是我们的团建啊。我第一次演专场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在后台准备，但演的还挺好的，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，因为我要把段子里面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。创业已经这么难了，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！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。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，他有多爱工作呢？就是在我身边，他就会聊工作。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，他得说：“天哪，老婆，礼拜一都这么多人，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。”这样子，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。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，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，他会突然睁开眼说：“我有个想法。”我说：“老公，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，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。”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，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，运营的还可以啊。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，说：“老师，我1个小时以后来接他。”这个时候我都不敢讲话，只有我爸说：“放心，保证让他 happy happy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 Nora。大家好，我叫夏夏。我今年34岁了，就这个年纪，看不出来啊。我知道，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。34岁了，我也是刚结婚不久。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，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。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，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呢。我做不到，我才刚认识他们呀。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1年之后啊，才开始叫他妈妈。刚认识呀，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？啊，礼貌的对待他，对吧？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，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：“妈妈，您好。”总听我老公提起您。朋友们，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，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。但你们知道，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，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。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，就是重。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，我说：“这个能有多重啊？”那个大姐说：“也就20多公斤吧。”20多公斤，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！试穿啊，朋友们，需要2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，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。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，呀迷糊了，脸色铁青，我开始缺氧。朋友们，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，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，我是一口气都抓不上来啊。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，上面留一个洞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
分。我妈看我脸色不对，还在旁边劝我：“宝贝，啊，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。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你就忍一忍啊。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？忍忍得幸福。”还有一套衣服啊，叫做绣荷，大家听说过吧？结婚的时候要穿。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，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荷的来源啊，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《橘子红了》，然后里边的主角绣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，然后大家开始模仿，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。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她跟我说，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。在古代呀，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荷的。我想一下，我是正房啊，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。我过了很久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被骗了，朋友们。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，我刷到橘子红了，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荷啊，是个三太太啊。还有一套衣服。叫做敬酒服，就结婚太麻烦了，要换好多套衣服。我不明白啊，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，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，太复杂了。我小时候看《水浒传》，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。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，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，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啊，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。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，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，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，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。她那天太开心了，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，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。就我在告诉我妈，我说妈妈，你要为自己而活呀。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。我说妈妈，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，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，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。然后我妈陷入了沉思。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是你外婆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啊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，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，蒙恩，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。我是《再见爱人》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，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。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。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是的，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，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。我说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。英语里面，little 是有一点 ，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
I want you give me money.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.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，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。”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。我看 I'm late, I'm superstar, icon, influencer, HES VIP 会员，是吧？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，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等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什么 famous 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Aledo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呢。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，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。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。但实际上呢，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的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我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年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，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，什么鹅的桃的？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：“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”我说：“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钱快啊 ？I need money。”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。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真的，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：“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”我说：“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”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说：“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”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
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， 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，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，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？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？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。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。好，那我们来了，后面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典。这2年呢，我去国外上学了。每天都在吃白人饭。蒙恩呐，兄弟啊，你还有3个月啊就走了，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哎呀，我最近回上海发现，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。我去吃了，不是很正宗。因为太好吃了，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，没有调料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白人饭的菜，那是真生吃啊，生芹菜、生西兰花、生菜花，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，这就是纯牛马。就这菜，他们不炒。也不焯，就让你蘸酸奶吃。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，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。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。咋不能生吃呢？吃死多好呀！死了，我在黄泉路上，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，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。就这午饭你吃完啊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，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。你想吃点热乎的，只能靠自己上火。就真的很想问他们，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，被宙斯绑在山上，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，然后你们就吃这个。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，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。我要是普罗米修斯，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会很生气的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？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？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哇！但是后来呀，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吃口热乎的。朋友们，中餐是真好吃啊，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！我要做一顿午饭。我得洗切煮炒炖吃，洗，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，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，等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我坐在那，该做晚饭了。
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，还有爱好。我朋友问我说：“英宁，哎，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？”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在家上菜。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。但确实啊，我实话实说，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，天天做，顿顿做，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。就我印象中，她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。我现在理解了，因为她活真的太多了，她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，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，家里还有2个废物。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，哇，特别的快乐，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？啊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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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拉了能有1分多钟，都没提他妈一句。我不知道，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有妈呀，叫围裙妈妈。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，我说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是没有头吗？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。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，没想到这么恐怖，推荐给大家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就点开1集。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，有1集叫《围裙妈妈的节日》，重点推荐。那一集是这么演的：大头儿子睁眼醒来说：“今天是3·8妇女节，是妈妈的节日，我们就让妈妈休息1天吧。”哇，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。365天就休息1天，要我说996、007算啥呀？你试试这个355。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，休息10天才是355。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，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！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，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：“围裙妈妈，你可不要死啊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。”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，我说：“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，是只能饭后死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就做顿生豆角，大家一起死。”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，他是个好男人。做过1顿饭，就在3·8妇女节那天，给妈妈做了4道菜，分别是红烧芋头、生拌黄瓜、白糖拌姜片儿，已经很荒谬了，对吧？第4道菜更绝，叫紫色卷心菜。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肯定会很难过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把你当家里人，你把我当外国人。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，白糖拌姜片啊，朋友们，白人都不这么吃啊。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，就是这份男人饭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燕妮。